苹果手机销量在10月份登顶后，又在双11夺冠，力压国产手机，连续2次登顶，让很多国内网友都惊愕了。有人疑惑啊，明明我们都在支持国产手机，苹果销量为啥还这么高？国产手机真的还有希望登顶高端市场吗？也有人感到失望啊，国产手机次次冲击高端市场，结果离成功总是差点门槛。一些激进的人把这种结果归咎于国产手机还不够努力，这种说法正确吗？当然不是了。如果你单纯看这2个月的数据，的确会让我们感到一些挫败感。但是啊，如果你看到苹果取得这种成绩背后的营销手段，你会发现这并非是一件坏事。相反啊，我们更应该感谢苹果。正是苹果的存在，可能在未来会让国产手机取得更多的成就。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边一定会反驳我，但是先别急啊，我们不妨先看看国产手机与国外巨头的攻防战，大家就清楚了国产手机未来的走向。在很多人眼里呀，国产手机逆袭世纪是穷小子逆袭高富帅的典范。这样的故事听起来确实很热血，但是啊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。从数据来看，国产手机一开始的体量非常小，符合穷小子的人设。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在功能机时代，全球市场已经被诺基亚、摩托罗拉以及索尼等国外巨头占据，而中国呢，直到1998年，国家才出台了《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意见》，正式开始颁发了48张手机生产牌照，国产手机项目才借此上马。但是混得最好的是号称手机中的战斗机波导，它在2000年时就登上了国产手机销量冠军的宝座，但即便拿下了国产手机销量桂冠，也只有92万销量。与诺基亚年销上亿相比啊，无论是地位还是技术，能生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更不要说向高端冲刺。此时的高端手机市场是0。如果单看手机销量的成绩，国产品牌的起点确实不高，比较穷酸。但是别忘了，中国手机品牌商很多都是跨界做的，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各自行业的领军企业。比如啊，博导一开始做的并不是手机，而是 BB 机。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伙伴应该会认识这个品牌，就是生产 BB 机那个。在20年前，我们腰间能别一台 BB 机，那就是财富的象征啊！走在路上，回头率绝对超过今天的奔驰宝马。博导作为 BB 机的领军人物，率先开发出了汉显 BB 机，本身就具备研发能力，挣了一笔钱后才进军手机界。但是牌照发放的条件非常苛刻啊，需要满足3个条件，分别是2亿以上的注册资金，经营时限至少2年以上，并且有足够的研发能力。这些博导都可以满足，他们有资金，有研发能力，这样的企业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纳税大户。你管这样的企业是穷小子，我其实不太赞同啊。还有现在几家主流的国产手机也是类似的情况，他们不是某个行业的龙头企业，就是各自领域的技术专家。手机一开始只是他们的副业，只是不小心把这个副业做成了主业。没有人的成功是不需要积累的，国产手机也是如此。但是积累是需要本钱的。如果这样的企业都算穷小子的话，那么中国就没有几家是真正的高富帅公司了。假如硬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国产手机厂商的话，那么用晚辈这个词会更适合一点。他们在与各个世界巨头级别的前辈的攻防战中不断成长，终于登上神坛。而国产手机真正翻身的是在2007年，这一年发生了4件大事，为中国企业创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绝佳条件。第一件事，乔布斯发布第1代苹果手机，引爆了全球，智能机开始取代功能机，为国产手机崛起创造了机遇，此乃天时。第2件事是，国家取消了长达9年的手机生产牌照制度，改为入网检测，降低了企业入局门槛，大量的中国企业杀向手机领域，此乃地利。第3和第4件分别是谷歌组建并开放了安卓系统，以及联发科发布了廉价的 MTK 手机芯片，为全球手机品牌解决了软件和硬件问题。国产手机完成了人和最后一块拼图。国产手机在07年后具备了向世界巨头发起反攻的条件。从山寨机与中华酷联缠斗，再到华米 OV 出现，国产手机品牌在不断更迭，也越做越大。在国产手机的冲击下，三星、索尼、摩托罗拉等老牌巨头在国内逐渐失去了市场。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了苹果这个巨无霸。相比以前啊，国人的野心都被撑大了，很多人开始更有底气地说想要冲击高端市场，这是对国产手机的期盼，也是对自己的期盼。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画面，国产手机一次次向高端领域发起挑战，即使没有成功也绝不气馁。在少数人眼里呀，国产手机冲击高端领域的进程屡战屡败，像极了丑小鸭。每次国产手机成绩稍微不好，他们就会顺带吐槽一下组装机没技术含量。说实话，这大概是最大的误会了。我们不仅不应该去吐槽，反而应该要感谢他们锲而不舍的精神。我们国产手机能打败国外巨头的关键，靠的不是组装，而是不断创新。中国的消费者其实是非常挑剔的，对于手机屏幕、拍照、充电速度等性能的要求非常高，稍有懈怠就会被市场抛弃，连苹果都误判了好几次。而国产手机借助了这几次误判，快速崛起。第一次是苹果关于屏幕的黄金比例理论，乔布斯认为3.5英寸是手机的黄金尺寸，更大的屏幕并不适合单手操作，显得笨重，甚至有些愚蠢。
所以在很长时间内苹果迟迟不肯升级尺寸。但是小米推出全面屏概念后，更大、占比更高的屏幕不断的推陈出新，不仅满足了国内消费者看电影、玩游戏的需求，而且让手机的质感提升了一个档次。国产手机吃了一波红利后，苹果也跟着国产手机推翻了自己的黄金尺寸理念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多摄。华为率先在摄像头上推出多摄概念，照相性能不断提升。在摄像头性能排行榜上，国产手机常年霸榜前几名，又借此吃到了一波红利。而手机闪充就是真正由中国研发、由中国引领的技术了。当智能机功能越来越多时，耗电快的缺点让很多消费者非常头疼。有些人一看到手机没电就发慌，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当时很多年轻人因此患上了电量焦虑症，还有人因此去看了心理医生。来，有经历过这种感受的可以举个手。也就是这时OPPO 闪充技术横空出世。闪充是 OPPO 科学家张家亮独立研发出的一整套快充技术，通过定制电路、电芯等技术方案，把充电速度提高了4倍以上。张家亮的闪充技术为他赢得了手机快充之父的称号，也打开了快充的大门。国产手机不断在快充上发力，时至今日，我们已经感受不到电量焦虑症了。其实国产的创新还有很多，双卡双待、AI 摄影，甚至在5G 和折叠屏等技术更替上，国产手机都走在了苹果的前面。也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创新，打破了国人对安卓手机卡顿、劣质的印象，国产手机才慢慢赶上老牌巨头。在很多人印象里有一个误会，中国的创新靠的是组装，没啥技术含量。其实这种观点不能说错，而是大错特错。每一项创新的背后，都是企业付出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堆出来的。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就知道了。这是专业知识产权媒体关于2021年中国企业国际专利申请的排行榜，前2名被华为和 OPPO 包揽了。华为我们就不多说了，业务多，专利数量多也正常，反而是 OPPO 让人感到非常惊艳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OPPO 一直是营销比较出众，线下门店多，所以业绩好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OPPO 从做手机的初期就开始布局自研技术。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报告显示，OPPO 专利申请数量排在前10。全球专利申请超过73000件，授权数量超过33000件，而且其中90%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发明专利。也就是说在我们还在吐槽国产手机没技术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已经在偷偷发育，惊艳了所有人，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。所以国产手机追赶老牌巨头，不仅仅是成熟的供应链，更多依靠的是自身的技术优势。现在我们回到开头去看看，苹果销量登顶真的是坏事吗？正如我开头说的那样，我并不这么认为。相反我们应该感谢苹果，因为它的存在可能让国产手机变得更加强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都在意销量，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：苹果是如何起家的，又是如何重新登顶的，两者的区别非常重要。曾经的苹果手机用技术和创新颠覆了世界老牌手机巨头，后来国产手机也同样用技术和创新赶超其他手机巨头，甚至一度将苹果手机拉下销量冠军的宝座。在2019年和2020年2年里，苹果手机在国内只能排在第5名。苹果一直试图改变局面，但是和苹果创立初期坚持创新不同，苹果手机更多的是改变营销方式来实现目标。2020年，苹果在推出了 iPhone 12系列手机时，增加了 mini 版本，试图通过变相降价来提升销量，但是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。iPhone 12 mini 的销量还是不如预期。2021年，苹果发布了 iPhone 13系列手机时，在升级配置的同时，反而把价格降低了几百元，又在双11再次降价，参与大促，这才成功登顶。反观国产机，这些旗舰机型却在不断地向高端发起挑战，配置和各种技术层出不穷，充电、拍照这些功能就不说了，还积极向 AI 软件、独立芯片和折叠屏手机发起挑战。苹果为什么不愿意大规模投入创新研究呢？连万众期待的折叠屏手机也不愿意过多投入，迟迟无法量产。一般人可能觉得这是苹果失去了创新的能力，其实真不是在后手机时代，这种做法并不奇怪，苹果只是暂时做了对他们来说最佳的选择。从表面来看，屏幕的探索是未来的方向之一，所以折叠屏就应该是所有手机厂商争夺的战略制高点。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它的难度，折叠屏手机笨重不便，屏幕容易坏，有折痕、不耐用等缺点，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。即使是购买的人，也是冲着尝鲜来的，往往体验并不好。这些问题对于手机品牌商来说，就是挡在路上的一块石头。OPPO、三星、华为等品牌都倾尽全力想要解决这些问题，但都各自遇到了很大的阻碍。谁能啃下这块硬骨头，谁就能占据先发优势。在第一代折叠屏里，解决方案采用的是 U 型铰链技术搭配弯曲屏幕，但是这个技术也有个致命问题，折叠时手机不仅没办法贴合，而且折痕非常明显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第二代水滴铰链技术就诞生了。它通过扩大弯曲半径，屏幕弯曲就像水滴一样，减少了变形程度，这样屏幕不仅减少了折痕，而且不容易坏，还更加贴合。
更巧妙的是，弯曲的部分还可以藏在机身里，在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，解决了 U 型铰链的痛点。但是问题又出现了，水滴铰链技术结构更加复杂，对工艺精度要求更高，对手机品牌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。就算做出成品，如何把它变得实用也是个问题。总结一句话就是，难度很高，但是收效可能很低。到底要不要啃下它，就看各自的选择了。有一些企业仓促尝试，反而适得其反；也有一些企业迟迟找不到解决办法，心有顾虑，这也是正常的。但是也有一些 OPPO、华为等国产品牌却始终在坚持，力求做到完美。这种坚持在很多人看来甚至有点偏执，但也正是这种偏执，才是国产手机征服消费者唯一的道路。中国手机如何真正走向高端市场，答案就藏在这里。有这样的偏执的研发精神，国产手机怎么会做不大、做不强？很多媒体都在说中国手机止步于高端，因为没有核心技术，但却忽略了个事实：目前更注重技术的反而是国产手机。不管是上面说的电池、摄像、快充，还是未来折叠屏手机，乃至自研芯片等，国产手机都在一点点攻克技术。技术是需要积累的。当别人在搞营销时，我们还在坚持技术，那么方向就是对的。只要量变达到质变时，机遇总会眷顾我们。所以从短期上看，苹果销量最终重新登顶，看似是我们吃亏。但是从长期来看苹果销量登顶反而是刺激国产手机发展技术的。中国手机品牌要想走上巅峰，靠的不是情怀，也不是别人陨落，而是自身不断发展。其实大部分人不看好国产手机，并不是对国产手机失望，而是对他们寄予了更高的希望，期待他们在国内甚至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。不仅仅是在营销，也是在科技上代表中国同国外巨头正常竞争。以前我们的确有技术不够，靠营销来增加市场份额的情况，但是随着市场的饱和，未来的手机必然向更高的技术含量发展。而 OPPO、华为等国产品牌也确实看到了这一点，愿意放下利润去搞科研，去研究技术和产品。虽然我们还会遇到挫折，还会因为后发劣势交付学费，但是只要不断坚持研发，在技术的道路上走下去，中国手机不仅要做大，将来还将做强。对此我十分坚信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我们下期见。